只掐自家饭。本节目由 Testway 值不值得买淘宝店铺独家养活着。我蓝后期，一个资深摄影爱好者，玩过的相机数不胜数，差点师傅到货了哟！见证了场上的起起伏伏，拍过了身边的世间万物。可以说，相机对我的吸引力是越来越弱，越来越弱了呀！哎，天不生我蓝后期，色到万古长夜。难道摄影的路已经被我走到头了吗？那你可以玩航拍呀，和传统相机不一样的视角，全新的体验。我想过航拍呀，无非就是换了个视角，飞机能在天上飞，你又不能在天上飞，盯着个小屏幕，一点参与感都没有，不够刺激啊！参与感和刺激，那你可以玩穿越机呀。穿越机。穿越机是无人机的一种，它的特点就是速度快、自由度高，通过第一人称视角进行手动操作，可以做出普通无人机无法完成的酷炫飞行特效。穿越机啊，略知一二。这玩意儿刺激是刺激，好玩也是好玩，可门槛也太高了啊！入坑穿越机，模拟器你得练吧，遥控器你得买吧， FPV 眼镜你得选吧，飞机你得组吧，电池得会挑吧，电烙铁你得会吧，切线图你要读啊，总之就是很难的啦。像我们这些社畜，每天上班都已经很累了，哪有时间和精力去折腾呢？还玩穿越机，唉，力不从心呐。就没有那种让我既能体验竞速乐趣，又能没啥上手门槛，还能让我发个朋友圈装逼的产品吗？有，怎么是你？棒！我都已经20岁了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成熟的穿越机？好。成熟男人就得配成熟穿越机，非常合理。成熟？你这样子倒是挺成熟的。一个穿越机要啥成熟啊？穿越机和人一样，成熟的男人和成熟的穿越机都是有共性的。啥共性啊？首先啊，第一眼看上去的安全感。大疆 Avata 和阿凡达的英文 Avata 仅一个字母之差，和大疆的第一代 FPV 相比，外观差了10万8千里。体积小了很多，增加了桨叶保护圈，还有这个相机模块藏在机架里面，能有效避免炸机对相机模块的冲击。总体外观圆润规整，看起来确实很有安全感呐。当然还要体贴入微。一个穿越机有啥好体贴的？能帮我找到男朋友吗？当然是在细节上做一点人性化的设计了。我们购买的进阶套装里配了新一代 FPV 眼镜和穿越摇杆，摇杆和第一代大疆 FPV 的没啥区别，而眼镜才是重点。DJI Goggles 2体积和重量锐减，
增加了远视200度到近视800度的屈光度调节，好评。但是散光嘛，只能自己去定制镜片了。取消了所有实体按键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块触摸板。但是在这类产品上，我个人还是更喜欢实体按键，因为反馈明确，操作精准，而触摸板总是模棱两可，经常错过自己想要的选项。况且这个塑料触摸板的手感嘛，不咋地。天线由以前的4根手动安装天线变成了2根更方便的折叠天线，显示效果更进一步，还能投屏看个电影。除了硬件，软件也是有大疆一贯的黑科技，什么丢信号自动升高并返航啊，起飞点实时显示之类的，能在关键时刻帮你一把。总结起来一句话，总体满意，但细节嘛，还有进步空间。一般吧，我看这细节很多不到位啊。况且听说这一次阿瓦塔时速很慢呀。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看尽世间百态，锋芒毕露那是小孩子才追求的。我们讲究的是什么？内力，不整那些刺激的。飞机能在天上飞，你又不能在天上飞，盯着个小屏幕，一点参与感都没有，不够刺激啊！在我们买的最贵的进阶套装里面，也只有摇杆而没有遥控器。你可能想问，没有遥控器，我怎么飞手动模式呢？不好意思呀，大疆阿瓦塔到目前为止还没开放 M 档，只有 N 档和 S 档。S 档的极速也只有每小时50公里。仔细一对比，你就会发现，它甚至还没有 Mini 3 Pro 飞得快呀。而且在没有手动模式的前提下，我认为穿越摇杆就是阿瓦塔最好的搭配，用遥控器适得其反。不信，我们来看看这2个画面，区别很明显。用遥控器操作飞机的时候，云台会始终保持水平，导致视角不会有俯仰变化。俯冲和拉伸的时候，画面僵硬，毫无代入感。反观摇杆这边，由于操作逻辑的不同，反而在俯冲和拉伸的时候，视角会有类似 M 档的俯仰变化。虽然俯仰的角度有限，但是总比没有的好嘛。飞得不快，还没有手动模式，是不是有点太普通了？哎，你先听我说，普通只是表象，我们是低调而又自信。天生会飞，够不够自信？一开始我都以为是夸张营销，可等我们体验过后，发现还真有天生会飞那味儿。包括我自己还有身边的朋友在内，上手的过程都是超级顺畅。第一次可以将手机连接至眼镜，按照步骤配对遥控器和飞机。飞行的时候也可以将眼镜内的画面投屏到手机上，这样你旁边的朋友也可以看到你飞行的画面。整体的上手过程很快，除开第一次接触 FPV 产生的正常眩晕感，飞行中都没有碰到什么困难。这得益于穿越摇杆的操作逻辑，摇杆的上下左右靠体感，扣动扳机就是加速，而这个被设计的最大的刹车按键反而很少被用到，因为当你松开油门的瞬间，飞机就会像刹车一样紧急悬停，完全可以代替刹车键。你这个操作确实蛮简单的，不过像我这种新手想飞出炫酷的画面还是挺难的。还没完，咱还有绝活儿。下士避障，这绝对堪称小白装逼利器。阿瓦塔飞得慢，如何体现速度感呢？答案当然是贴地飞行，靠近参照物可以更加体现速度感，再配合慢快门，速度翻倍的感觉啊，有木有？而下士避障就是帮你轻松实现贴地飞行的独门秘籍，它会实时检测10米内的地面高度，防止你和地面发生碰撞，能让小白轻松飞出和大神一样的刺激画面。如果你炸机翻转在地，也不用害怕，这个反乌龟模式或许能解你燃眉之急，只是使用之前一定要判断好环境，否则可能还会造成2次伤害。这个功能倒是还行，但是使用场景太单一了，看久了会审美疲劳的。你这个都进阶套装了，能不能玩点花的呀？不然进阶在哪儿啊？好，既然你都舍得买进阶套装了，那我就给你整点不一样。在刚开始体验的那段时间，我经常会怀疑这个进阶套装到底进阶在哪儿，因为它既没有 M 档，又没有送遥控器。直到我打开了头部追踪，
在新一代 Goggles 2的加持下，阿瓦塔可以开启头部追踪模式，通过眼镜内置陀螺仪感应头部的运动，配合摇杆控制机器做出一些进阶操作，比如涮锅和倒飞。尤其是低空倒飞，在传统穿越机里面是蛮有难度和危险的，需要反复练习。但是在阿瓦塔上却变得超级简单。开启头部追踪后的飞行逻辑也有了变化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头锥控制视角，摇杆控制飞行路线。画面中的圆圈是摇杆控制的飞行方向，十字中心是头锥控制的视角方向，顶部的刻度是头锥当前的旋转角度值，再配合下视避障，稍加练习就能做出低空倒飞和涮锅等操作，非常恐怖。不得不说，大疆这套头锥逻辑确实厉害，就是这个飞手的第三人称观感，有些诡异。怎么样？这个功能没想到吧？就问你服不服？那你这话行，打住！我再送你个 Action 2。据说阿瓦塔和 Action 2是同款 CMOS， 画质比第一代 FPV 好了很多，最高能录制 4K 60帧和 1080P 120帧。而且这个120帧需要搭配老款眼镜才能使用，用新款眼镜反而只有100帧。还需要注意的是，云台向下转动到一定角度的时候，保护圈会入镜，非常影响画面。这个阴间接口与卡槽，真的考虑过用户感受吗？在有风的天气，阿瓦塔虽然能正常起飞，但由于需要倾斜机身来保持姿态的稳定，却又没有类似航拍机上的3轴云台，就算开启了机内防抖，画面也很难保持稳定。恰好很多风景优美而又允许飞无人机的地方，往往很容易出现大风天气。所以，如果你是因为被它的画面吸引，想买来代替航拍无人机，想多了。值不值得买？自古以来，人类对天空就充满了向往。传说万户点燃了身下的爆竹，伊卡洛斯挥动着臂上的翅膀。到现在，无数的航线充斥着天空，神舟飞船相继升天。天空对于人类不再是可望不可及。尽管我们可以乘坐飞机在天上飞行，但是并谈不上自由。而阿瓦塔算得上是一个能让你体验自由飞行的神奇道具。相信你看到这里也发现了，我们对阿瓦塔的评价是优点多于缺点的。这段时间我们所有人都玩过阿瓦塔，甚至包括身边的数码小白，他们对阿瓦塔的评价都出奇的一致，好好玩，好简单，好贵呀。我想大疆阿瓦塔算得上是一个好产品，上手容易，不需要传统航拍机的大场地，在狭小的空间也能穿梭自如。它的定位似乎介于航拍机和穿越机之间，它有媲美航拍机的画质，也带有穿越机的刺激。新一代眼镜配合穿越摇杆，确实能把你带上天。开启头部追踪，甚至能做点骚操作。进阶套装价格8498元，单飞机价格3499元，贵吗？贵。可后来我发现，如果自己组装一台类似的穿越机，图传加飞控就已经不便宜了。更何况阿瓦塔还自带 Action 2，配合大疆成熟稳定的整合方案，天生会飞可能夸张了，但它确实是我们体验过最容易上手、最有乐趣的无人机。玩它的时候，我不会在意拍摄参数，不会在意运镜路线，不会在意拍出来的画面结果，而是享受自己上天入地时的乐趣。和好友一起分享新奇事物的快乐，尤其是当你以阿瓦塔第一人称视角看见自己的时候，这个视角和梦里的好像啊。可能对于真正硬核穿越机玩家来说，阉割 M 档的阿瓦塔甚至算不上穿越机。它飞得慢，调教保守， DIY 空间小，是向各方面妥协的产物，但它确实拉低了小白入坑穿越机的技术门槛。我们乐于看见这样有意思的产品出现在消费者面前，给大家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或许就像真咖啡和咖啡风味饮料一样，你可以把阿瓦塔看作一个穿越风味无人机。DJI 阿瓦塔 Testway 给出主观综合评分7分。
也许你需要一个显示器支架，减少干扰，轻松收纳，按订单生产，每一块木纹都不一样。Testway 起源系列显示器支架，键盘掌托，现已上架。新口味儿，你试试啊！男后期重磅推荐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，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感谢，或者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，支持我们创作更多的优质内容。好，节目看完了，那你觉得这个阿瓦塔能够得几分呢？请在下方的视频简介中寻找链接给它打分吧。那本期的啪啪啪，因为这个阿瓦塔炸机了，我们随心换还没把它换回来，待换回来之后，我们再把它上啪啪啪，请继续关注我们哦。在此期间呢，不妨呢去逛一逛我们的淘宝店铺，淘宝搜索 Testway 值不值得买，看看有没有你心仪的产品呢。Testway 帮你 try before you buy。刚刚是这样的啊，我是想出去拍飞一圈素材嘛，就是那栋楼，然后我本来上了一个16的 ND 镜，然后呢把它曝光压得很暗，然后快门保持了60，所以在室内的话它是有点黑的，但是因为我要飞到室外去嘛，我又不想自动曝光，因为这样画面会一亮一暗的，给大家观感也不好。结果现在我不好了，就是因为飞到那个一个点的时候，突然我的右前方出现了一根棍儿，就邦。正好前面又是那个天坑，我最后的画面是翻滚的模糊状态，就啥都没有。就是今天的拍摄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去找飞机，这个要放进去吧？放进去，放去啊！飞阿瓦塔都能飞炸机的，就是说出去，大家估计会笑死我，所以说给我打个码。找到了，来。就是电池掉了，就是电池掉了，不然我平常不会掉的。哦，桨叶坏了一根儿，带备用桨叶了吗？带了的。哦，坏了2根儿。哦，正好有2个备用桨叶。我操，不行了，飞不了，这个轴断了。我们要启用随心飞。随心飞了。以前我还在想这个 ND 镜子固定方式可能不大稳，结果现在还是挺稳的。但是这个都断了，这玩意儿应该不是我撞断的。它是掉下来摔断的。电池呢看起来是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就是成色不是很好。好吧，完了呀！是不是今天的节目提前结束？开机3、2、1走。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，看尽世间百态，锋芒毕露的都是小孩子这句的。重新来。开机3、2、1走。一般吧。我看这很多细节也不到位我说吧，我说拿那个马桶刷呀，给他拿那个捅一捅。开机3、2、1走。大闸蟹。我们前一秒，陆哥说大闸蟹吃吐了，我说做个香辣蟹，蓝妈妈直接满脑子的大闸蟹。